不是才陪你用了午膳吗？哎呀，人家一刻都不想跟你分开嘛。两人旁若无人的亲昵姿态，快把文静云气得鼻孔冒烟。哟，文贵妃怎么也在这儿呢？臣妾拜见王后，臣妾刚解了禁足，便先来向国君请安，想着一会儿去王后娘娘那里向您赔个不是，没想到您也来了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呀，咱都是自家姐妹，一点小事儿甭往心里去啊。你这姑娘也是的，咋还啥事都往心里搁呢？别这样。多谢王后娘娘宽宏体恤。别那么生分嘛，你可以喊我一声姐姐。这时刘忠亲自端了一大锅还冒着热气的血肠进来，心里虽然有些嫌弃这味儿，但面上却不敢表现出来。北香，处理政务累了吧？我亲自命人做的血肠给你补补。哎呀，不对，忘记你吃过午膳了，这锅铁定吃不下，那怎么办呢？倒了多可惜啊！好妹妹，你还没有吃午膳吧？不介意的话，你吃点儿。文静云光听到血肠这2个字儿就恶心的要命了，再看那里一大锅，整个人忍着干呕的冲动。这可是国君最爱吃的。那就多谢王后娘娘了。不客气，就坐这儿趁热吃吧，一会儿凉了心齁的。慕容北萧见着林菲儿又开始出鬼主意了，无奈笑着摇摇头。哼，不许和他眉来眼去的。真是个善妒的小妖精。北萧乔，把人文贵妃给饿的，你也不体贴体贴人家，生来了那么久，也不给人叫盘点心啥的。慕容北萧词穷了。好妹妹，你慢点儿，没人和你抢，御膳房锅里多的是。就在文静云感觉自己要撑死在这里的时候，林菲儿大发善心发了话：你可以先回去了。多谢王后娘娘。出了书房，迅速走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，弯着腰把刚刚吃的全部吐了出来，直到吐的胃里都冒酸水，那股恶心的劲儿还在。这时身边递来一个帕子，文静云接过，偏眸才见是林菲儿。王后，害我如此出丑，你满意了？这就是你的目的？我这人吧，说起来也挺好相处的，你要是安安分分的，我也不会找你麻烦。可谁让你这个贱骨头，责任上赶着找我麻烦来了。你别猖狂，你以为光凭美色就能长久吗？你错了。等时间久了，国君就会知道，美色是最不中用的东西，只有权力地位才是永久的。你是哪个村的猪，这么嚣张？你自己长得丑，还不许别人长得美啊？好歹也是个世家千金，你这样一天天整的，跟村口泼妇似的，一点教养也没有。咋的？别人当贵妃命里带金，就你命里犯贱吗？你大可回家告诉你爹，本宫欺负你，正巧也让你睁大狗眼看看，你爹有没有那个本事来对付本宫。是妹妹鲁莽了，请姐姐恕罪。哎，这才像话嘛。林菲儿知道这小妮子是绝对不会真正低头的，毕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但也懒得和她耗费唇舌了。北萧，你来了。紧张什么？慕容北萧不知为何，现在看见林菲儿就想笑。我胖幽灵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站起来的时候忽然觉得下腹处有些疼疼的，还有一股热流冒了出来。哎呀我去，他咋还吓尿了呢？北萧，我先去方便一下。救命啊！完了，咋流了那么多血？肠子漏了吗？他的阳寿这么快就到了吗？他这就要死了吗？王后娘娘的癸水来了。癸水？哦天哪！胖幽灵僵硬着身体走回到了慕容北萧的身边。很难受？有点啊。他现在连坐下都不敢，总觉得一屁股坐在了血堆里。早点休息。好。鼻子忽然痒痒的，没忍住打了个喷嚏出来。这一个喷嚏一出，下半身如同火山爆发一般。咋办嘛？第一次来月事没经验，心中感觉好慌呢。慕容北萧将他拦腰抱了起来，他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。下辈子我不要做女人了。早知道那天打死也不钻林菲儿身体里了，哪怕钻刘忠身上也好啊。最后慕容北萧一整晚都抱着哼哼唧唧的林菲儿，直到天快亮了，林菲儿才渐渐睡去。不来算了，都给本宫关门，国君来了也不许放他进来。哟，记着呢，还有更细的，你听不听？林菲儿抬起下巴示意他说：你的国君去香兰宫了。什么？好啊，慕容北萧，我不行你就去找别的女人是吧？行，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你们这对狗男女。可恶！臣妾见过国君。慕容北萧迟迟未说话，只是冷眼睥睨着他。这一日，光是文静云送出宫的书信就拦了5封下来。本贵妃，你起开，都给本宫起开！谁敢拦着本宫，本宫一会儿碾死你们！胖幽灵站定时，就见两人都还在大殿内，只不过慕容北萧是坐着，文静云是跪着。胖幽灵莫名松了口气。拜见王后娘娘。国君怎么在这里呀？你怎么来了？
臣妾今日见国君没来，有些无聊，也想着宫里不多了个文妹妹嘛，想来找她唠会儿嗑。没想到国君也在呢，这么巧，那咱仨一起唠会儿。好，那行，给我整点瓜子来。片刻后，香兰宫画风新起，慕容北萧坐在主位上喝着茶，房后林菲儿手握一把瓜子儿，一边嗑着瓜子儿，一边招呼文静云也跟上自己的节奏。文妹妹，你今年多大呀？回禀王后娘娘，臣妾17。看着真不像，我以为27呢。不过你这种面容好，17的时候像27，等27的时候还是像27。文静云气得又要冒烟了。王后娘娘说的是。你出身将门世家，会武功吗？武功，文静云是会的，但不能表露出来。臣妾自幼熟读45经，女工绣花，没有习武的天赋。那你手指还挺粗的，不像是绣花的。文静云被他言语上一通攻击，心中憋着一股火，快把自己给气炸了。那你都读过什么书啊？人参学坛、道义金刚学过没？没有。这都没学过？那你……胖幽灵今晚这嘴喋喋不休，一直快到子时，文静云困得不行，眼皮随时都要闭下来。林菲儿还没有要停嘴的意思。哟，文妹妹困了，瞧我唠上了，时间都给忘了，那就不打扰文妹妹休息了。北萧，我走不动，你抱我回去吧。文静云错愕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眼看着慕容北萧将林菲儿抱起，直接出了香兰宫。这个贱人敢如此挡他的路，必须得死。念头刚起，文静云就感觉后脑勺被人狠狠地拍了一下。他一回头，背后什么也没有，身边那股阴风又冒了出来，让他整个人凉飕飕的。怎么回事儿？我今晚真的没想打扰你的好事，我真的是去找文贵妃唠嗑的。我知道。北萧，我肚子好痛，等等给我揉揉好不好？肚子痛还乱跑？我乱跑都是因为谁啊？去找文静云，不是因为要和她怎么样，而是因为一些正事。她和文家联系得太密切了，本君的眼皮底下容不下这样的人。北萧，有时候我挺讨厌自己的，我就是一个小舞姬，什么也帮不上你。不会，我也正喜欢这样单纯的你。单纯？林菲儿的心情忽然就丧了。她怎么会是个单纯的人？她接近慕容北萧的目的比文家还可怕。北萧，你别这样。你越是这样，越让我觉得不忍心了。胖幽灵忽然就想放弃了，他对北萧太残忍了。北萧对他那么好，又那么疼爱他，他怎么能背叛北萧呢？燕春、燕穗，我不想做这个坏人了，我想离开了，我想回到主人他们的身边。燕川和燕穗也将他们这几天的相处看在眼里，有些事情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小胖眼看就是栽在慕容北萧手里了，只是自己还没发现而已。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我要离开这里，今天就想办法掩护我走。北萧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再继续欺骗你了。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小舞姬，我接近你都是带着目的的。现在我的良知发现，所以不能继续留在你身边了。你可以尽情的恨我，如今各国都已平定下来，我希望你也能够放下自己的野心，不要再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了。北萧，快乐的活下去吧。他却不知，他前脚离开玉福宫，后脚下了朝的慕容北萧便过来了。王后呢？王后方才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国君恕罪，奴婢也不知。王后只说了要一个人出去走走。罢了，那就等会儿他。余光忽地瞥到梳妆台上放着一封书信，莫名的慕容北萧有股不安的感觉。走近拿过书信，将里面的内容全部看完后，慕容北萧神情阴鸷，紧紧地捏着手中的信函。林菲儿，他是奸细，他竟然是奸细！走了，他要去哪儿？来人，即刻封锁宫门！胖幽灵这辈子没觉得出宫的路这么长。在即将来到宫墙准备翻出去时，身后浩浩荡荡来了一群的侍卫。胖幽灵心一惊，回眸看去时，只见慕容北萧正黑着脸朝他快步走来。不好，他追来了！燕川和燕穗见此，立即一阵风似的飘了过去，将侍卫们掀翻在地。慕容北萧感觉迎面有阴风袭来，伸手挡了挡眼睛，却见眼前什么也没有，阴灵。随即燕穗和燕川两人围在慕容北萧的身旁，准备对付他。我不要，你们住手！胖幽灵忽然心疼坏了，这俩千年老鬼出手，非死即伤啊！慕容北萧看着眼前只有林菲儿一人，那他是在对谁说话？林菲儿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不是林菲儿，确切的说，真正的林菲儿已死，而我只是钻入她身体的一缕魂魄，延续了她的命。慕容北萧皱眉，似乎有些接受不了。就是那一日，我方的舞姬们来给你献舞的时候，我恶作剧兴起，钻入了林菲儿的身体里，结果出不来了。我也没想到你会选我为美人。慕容北萧沉默了一会儿，蓦地他又想起一个人。宣柔？对，不错，你第一次去宣朝的时候见到的那个宣柔，就是我附身的。所以你是宣朝的人？胖幽灵点头。慕容北萧忽然觉得自己十分的可笑，竟喜欢上了幽灵。
宣朝真是安插了一枚绝佳的棋子啊！所以，我现在即便是杀了你，你也依旧能活下来，是不是？对。慕容北萧低笑2声，神情晦暗。这边，胖幽灵看他一副衰败的样子，有些的心疼。北萧，你如果实在不爽，你大可以杀了我解解气。杀了你，那下一次准备附身在谁身上呢？继续骗我？北萧，你真的不能放下自己的野心吗？现在其他3国都已经成了宣朝的附属国，你想主宰这天下实在太难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这一切，好好的过日子呢？林菲儿，你懂什么？这个世界就是如此，我不愿俯首称臣，也有错吗？你没错，你只是……住了！慕容北萧紧握双拳，此刻挫败不已。说来可笑，也或许是报应。他的亲外甥女如他愿死了，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奸细，甚至他还爱上了这个奸细，而且还是个幽灵啊！慕容北萧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到头来被人耍得团团转。林菲儿，我在。你滚吧，滚得越远越好，本君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。原地，林菲儿望着他的背影，眼眶一酸，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北萧终究还是恨透了他，那个小阴灵好狠的心呢。慕容北萧苦笑一声，就觉得这一切不过是自己自作自受罢了。坏事做多了，总是要有报应的。慕容北萧又闷闷地灌了一壶酒，喝得大醉时，他起身往外走去，脚步不自觉地往玉福宫走。走了几步后，慕容北萧好像才反应过来，他走了，那个小妖精走了，那个没良心的小阴灵走了，回到宣朝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慕容北萧。风吹过，慕容北萧好像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，好像是林菲儿的声音。是错觉吧？眼前有急匆匆的脚步走来，慕容北萧喝得还有些发晕，衣领被人狠狠地揪住。他眼神迷离，望着眼前竟是林菲儿的身影，幻觉吗？你是不是也舍不得我？你说话呀！慕容北萧瞬间酒就醒了片刻，望着眼前的人。不是让你走吗？还不走？非要逼我杀了你吗？你杀呀！你要舍得，你现在就杀了我！慕容北萧伸手掐住了林菲儿的脖子，眼眶通红。林菲儿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仗着我喜欢你吗？对啊，就是仗着你喜欢我，仗着你最宠我、最疼我，你舍不得杀我。慕容北萧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天下还是要我？如果你选择了天下，我现在立马就走；如果你选了我，以后我只跟你一个人好。要不然的话，凭我的美色，多的是男人喜欢我，我不缺你一个男人的。话刚落，唇瓣被人狠狠地吻住。林菲儿用力地推了推眼前的男人，可发现自己力气没他大。慕容北萧许久才松开他。你敢找别的男人试试？林菲儿，我看你是真想逼死我。这一仗，慕容北萧承认他败了。宣朝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他败得彻底，再也没有回击的可能性。林菲儿怕是他命里的劫。慕容北萧曾想过，自己就算输了，可能也是穿着铠甲死在战场上，却没想到自己败在了一出荒诞的美人计里。眼前的这个美人偏偏还是个阴灵，多可笑啊！北萧，你相信我，虽然接近你的时候我是带着目的，可我真的爱你。往后没有战乱，我们就会像一对神仙眷侣一般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慕幽月是我姐妈，叶玄景是我姐们的夫君，我曾是幽灵界扛把子，还有2000年老鬼是我哥们，一个百年厉鬼是我姐们，我底下还有一大帮的幽灵小弟，真的，他们现在都飘在这附近呢。慕容北萧嘴角一抽，瞬间酒又醒了7、8分，最后万千感慨化为一道无声的叹息。好了，都听你的。慕容北萧难以想象，失去他往后的日子该多煎熬。奸细也好，阴灵也罢，只要是他就好，自己算是在他手里了。只是他忽然恶趣味的在想，那些死在自己手里的兄弟们，若地下有知，一出美人计就能让他妥协，会不会气得活过来？北萧，往后咱俩好好的。耳边响起了嘲笑的声音。林菲儿抬头，就见燕川和燕穗哥俩正一副看热闹的样子，面上还透着戏谑的笑。你俩给我起开！好，不打扰您爱了。看这架势，我俩任务完成了，也该撤了。那可不，你们回去吧，替我向主人问声好。燕川、燕穗点头。慕容北萧还抱着他，听到林菲儿一个人在说话，看了眼四周，对于他这个阴灵扛把子的说法，丝毫没有任何的怀疑。走吧，幽灵界的扛把子，该休息了。今日差点哭昏了，走不动了，你抱我啊。好。文将军找错人了，国师有国君做主，本公主帮不了你的忙。公主此言差矣，难道公主也不希望天瑶国的王后是个品貌端庄的女子吗？慕容南树淡淡一笑，没理他。
何谓品貌端庄？在清静堂的这段时间，他已经想明白了。北萧之所以能看上林菲儿，或许就是看上了他那份单纯不谙世事，这份品性才是世间最难得的。他曾拼命想抓住一切，到头来却什么都没剩下，唯剩一个空头的公主衔。他也累了。将军，不好了，方才林副将以及方副将去国君那里参了你一本，说你私下招兵买马，又大肆受贿。这会国君已经下令废除您的将军之位，查抄了将军府，并且将府中所有家眷都关押起来了，就连文贵妃也被废了，押入了天牢。文和许脚下一滑，险要摔倒，还来不及做出反应，面前涌现一大批的宫中侍卫，将他团团围住。文和许脸色一变，刚准备反抗时，身后忽然有人踢了他一脚，将他从台阶上给踹了下去，滚了好几圈。回眸看去时，身后空空如也。燕川和燕穗也算是临走前再做最后一件好事，要不他俩也太没存在感了。文和许最终被五花大绑带走，文家一夕落败。眼看此景，储位大臣也深知伴君如伴虎，对慕容北萧更是恭恭敬敬的，不敢造次。癸水走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怎么就想着这些事儿啊？不是你让我发现你的心灵美吗？你的心灵还不够美吗？听着咋像是在骂我呢？他都黑心成啥样了，还心灵美呢？北萧你讨厌，你讨厌！胖爷投入爱河了，对象还是慕容北萧，他怎么有点难以想象那个画面呢？是真的，小胖现在过得可滋润了，人家还是天瑶国王后呢。本来是想使一出美人计的，没想到把自己给赔进去了。慕幽月想到小胖曾经附身宣柔时，还嫌弃慕容北萧来求亲，现在缘分妙不可言呢。不过他俩过段时间会来宣朝，到时候小胖那副做作的样子，你们就可以亲眼见到了。悠悠，陆言，今日天气好，其实他们都来京了，晚上要不要一起聚聚？好啊。又好一段时间没见了吧？小悠悠这模样，一副被爱情滋润的样子，看来锦王待你很好啊。这不废话，靖王疼爱悠悠，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可不是。正说着，叶玄锦从外面走了进来，旁边还跟着穆星泽还有穆景玉。不是吧，他就清闲了一天，穆景玉阴魂不散呢。坐下后，穆景玉目光凉飕飕地看了眼叶陆言，叶陆言假装喝水，装作没看见。哎呀，听闻二少现在是丞相了，恭喜恭喜呀！多谢齐叔，当初齐叔算卦说二少以后会有高压万人之势，现在想想还挺准的呀。我本就是宣朝第一神算子，是你们自己目光短浅，不信我罢了。得了吧，那你还说人家二少的镇元是地里挖出来的，他忘了吗？要不你一会儿给他发个铲子，让他随便找块地试试。铲子？等等，谢雨苏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开玩笑的吧？我跟他明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啊！最后在一众笑声里，穆星泽心虚的喝了口酒，再也没开口，只是莫名的就有些心神不宁起来。齐叔的卦应该也没那么准吧？老天早晚会验证我的话。行行行，你第一神算子。沈文印，你闭嘴！哎呀，你还翅膀硬了是吧？我没。一直很晚，这边才散场。小叶，你不走啊？啊，我今晚住着。行，那我明早来接你。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在往这里看，什么情况啊？大理寺最近缺人手，让小叶给我打下手。陆岩，可以啊，一回生二回熟，连大理寺都被你拿下了。四哥是不是太欺负人了？你们赤血山那个小霸王说不想去，还能有人逼他？好像也是，可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顶多就是捅出点篓子出来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怎么，喝多了？穆星泽摇头，只是心情有些的难以形容起来。你总欺负人家小叶干什么？我欺负他了吗？还没欺负，人家虽面上是甜甜的侍女，可你也知道她是赤血山的人，你总逮着她去大理寺给你打下手做什么？因为好玩啊。好玩？那丫头是赤血山的人，本来胆子就大，偶尔帮我去照御用刑，省了不少事儿。何况她最近对大理寺珍藏卷宗的地方似乎格外的感兴趣，已经偷偷跑去好几回了。穆景玉倒是好奇，他究竟想查什么？她是甜甜的人，你也别太欺负人家，免得让甜甜为难。我有分寸。和穆景玉短暂的聊天过后，穆星则又思绪放空。我和你们娘亲也是时候启程花生国了，往后家里就交给你们了。老大有他自己的将军府，现在这相府正好留给老二了。景玉，你大哥在边境，三哥常在太医院，甜甜嫁去了景王府，
现在也就你在家时间多，以后可得听你二哥的话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景玉。穆景玉有些郁闷，早知道自己也搬去少卿的府邸住了，那间府邸现在还空置着。你们突然要走，要不然今晚让小三儿以及甜甜姐王回来，一起用顿晚膳吧。也好。不会吧，大理寺怎么会有那么多案子要办啊？你以为呢？凡是京兆尹府管不了的，都会一并移交到大理寺来处理。这世道哪有你想的那般太平啊？也是，这世道一点也不太平。我今天真的能去宗俊楼参观吗？看你表现。你放心，既然你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哦，竟然还有个宝库！宝库？哪来的宝库啊？藏了很多金银珠宝吗？怎么，你这个小土匪想打劫啊？想啊，那可是宝库哎，难道你不想吗？穆景玉话语一噎，可不是，宝库谁不心动？若非身份不便，他第一个就冲过去劫下来了。谁和金银珠宝过不去啊？他眼看着穆景玉好像也很心动的样子，想起悠悠曾经说的，他家四哥是个小财迷。既然是个财迷嘛，悠悠四哥，怎么？咱们商量点事情呗。别打这个宝库的主意，这是办案要搜集起来的证据。叶陆言往那儿看去，瞬间乐了，可不就是藏宝的地点吗？这个穆景玉还真是一肚子坏水。那我今晚就去劫了宝库，咱俩到时候对办法。叶陆言，你把本少卿当什么人啊？我救命恩人的四哥呀！我到了宝库，孝敬您，送您一半。怎么了？这是我送给你的。有点道理啊。是赤血山的土匪到了宝库，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的。今晚我们穆家家宴，你忙你的吧。没问题。记住啊，你们现在都是在为宣朝效力，一定要对皇上忠心，切不可出点什么幺蛾子。若是做出对不起宣朝的事，就别认我这个爹了。在场几儿几女中，除了一脸坦然的穆淑颜，其余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心虚。虽然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可就是觉得心虚啊。是爹。小三最乖了。快吃饭吧，孩子们难得聚在一起，就你话最多。你不是最讨厌吃青笋了？人的口味是会变的吗？说完，靠坐在椅子上，总觉得提不起劲儿来。又来了。你近来是否觉得倦怠无力，食欲减退？啊？甜甜，三哥帮你整个麦。恭喜，甜甜已经有1个半月的身孕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要做外祖母了。饭后，萧清曼拉着穆幽月和叶玄锦进了屋子，告知穆幽月一些孕期要注意的事儿。习书曾说甜甜能一口气生个3胞胎，有这么神？面前，穆兴泽和穆昭辉却是沉默了一会儿。算卦而已嘛，半真半假，咱们别给甜甜太大压力了，怀3胞胎那得多累呀。三哥，你刚刚给甜甜诊脉了，能查出来吗？抱歉，我不擅长千金妇科类。那就只能等怀胎10月看结果了。甜甜这会儿怀孕了，要不我和你们娘亲再多待几日吧。你放心吧，有景王在，甜甜不会有事的。娘亲离开华圣国那么久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老让萧云监国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们也该回去看看了。等我们空闲了，就去华圣国看你们。那你们帮着照顾好甜甜啊，万一小锦欺负她。爹，你可别操这份心了，不会有这个万一的。叶玄锦，你别那么紧张啊，我没那么娇弱的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个娇弱的女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宝库周围或许会有埋伏和机关，你别拖我后腿啊，要不然还得救你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拖后腿？那就行，一会儿我打头阵，你在后边掩护我。我需要你一个女人打头阵？哎呀，你什么你啊？我来做掩护吧。两人一对，回眸才发现是一脸坏笑的穆兴泽。穆二哥，你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吗？你来做掩护。我猜你俩想分赃。知道我们想分赃你还来啊？你这个丞相怎么做的？大理寺少卿彼此。你们这些当官的怎么和我们土匪抢生意了？说好的为官只要清廉正直呢？我想当个奸臣还不行吗？穆景玉附和点头。叶陆言对他俩无语。分赃行动正式开始。按照之前呈上的口供，叶陆言往宝库的方向跑去。叶陆言身姿矫健，轻松灵活地避开一个又一个的障碍，很快把穆家两兄弟拉开了一大截的距离。景玉，你这轻功不行啊！穆景玉听完这话，再看眼前叶陆言跟个耗子似的，越跑越远，心里越发的郁闷。叶陆言这个小耗子还挺有两下子的。
竹林尽头是一片乱葬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腐肉的味道。穆景玉到了后，眉心皱了起来。吃了可以暂时封闭你的嗅觉，不愧是我二哥。眼看着叶陆言又往前面跑去了，穆景玉快步跟上，直到在一个小土坡面前停下。穆兴泽来的时候，就见这俩人默契地用手扒着杂草，动作一致又协调。坟包旁边还躺着2具死得凄惨的尸体，其中一人还死不瞑目地睁着眼，连他看着都有些心里发怵。但这俩人却全程无视，动作麻利地在拔草。穆兴泽眉心抽抽，好似有点低估了这俩人贪财的程度。他俩那天要是死了，一定是贪死的。许久，杂草被拨到了一旁，坟包上堵着一块大石头，被穆景玉搬开。叶陆言直接弯腰钻了进去，穆景玉紧跟其后。穆兴泽看了眼四周，最后把最近的一个尸体扯了过来，挡在了洞门口，才钻了进去。好多金子呀！我的天！穆景玉的财迷之魂也被唤醒。接下来的时间，穆兴泽的耳边全是他俩的声音。哇，翡翠、玉如意、玛瑙、猫眼石，又是一箱金子，金子呀！一箱东海明珠很名贵啊！我操，金缕衣，纯金做的。雕花如意宝瓶，罕见工艺，值得收藏。哎，你们给我留2箱。可是这么多，我们要怎么运出去呢？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悠悠有一个可以容纳万物的储物袋，问他借一下，就可以一次性运走了。我回去一趟，你俩守在这儿。等你好消息哦。穆兴泽第一次发现分赃是件如此兴奋又激动人心的事儿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悠悠四哥，你估个价，这些兑换成银子值多少钱啊？穆景玉摸了摸下巴，估算一下，伸出3根手指，300万两。3000万两，发达了！3000万两，那人贪了这么多财宝，多少百姓因为这个祸患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是啊，对于分赃忽然就没兴趣了。叶陆言也是，看着这堆财宝，忽然就不忍心占为己有了，毕竟道义有道嘛。叶陆言，抱歉，这些财宝你不能拿走了，最终的去路需要由皇上定夺。我能理解的。穆景玉在关最后一个箱子时，瞥了眼旁边的人，莫名觉得叶陆言此刻看起来惨兮兮的。最后从箱子里把刚才的翡翠项链拿了出来，扔给了叶陆言。这是干嘛的？算我自掏腰包，给你的跑路费，回头我自己把这翡翠的银子补上。叶陆言不要白不要，才不和穆景玉客气，反正穆景玉自己会掏腰包补上的。对不起啊，悠悠二哥，我们不要这些东西了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分寸还是有的。不错，储物袋借来了，正好把这些先带走，未免夜长梦多，今晚先运到大理寺里去，免得落入口舌是非。好。很快16箱宝物被带走，放到了大理寺内。走吧，先回去。你们先走吧，我把这个案子整理一下，明天呈给皇上过目。那行，我和小叶先走了。悠悠四哥，那你岂不是很累？需要我留下帮你一起整理吗？好啊，那你留下。我就随口一说。那什么，还是改天吧。我年纪小，孩子长身体呢，睡不好我会变笨的。那我先走啦。这是林章之那个案子，不错，有意思了。一个从2品的官竟敢私藏了如此多的珍宝，他背后的人可查到了？林章之嘴硬得很，用了酷刑还不肯松口。我打算先释放林章之，放虎归山，再引出他背后之人。有道理，需要帮忙就开口，二哥尽全力配合你。还真有一出戏需要你配合。哦，林大人，快走！你们是谁派来的？这个大人就别多问了，先出去再说。很快，穆兴泽把人带走。大人快跑吧，包袱里有干净的衣服和碎银。祝大人一切顺利。悠悠啊，前3个月得特别注意，凡事小心一些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眨眼，悠悠都要当娘了。陆言，我倒是没想到你这个小财迷竟然会放过那些珍宝。哎呀，这个他也不舍得嘛。不过3000万两的确数目太大了，这得害了多少人呢？这就很符合我们赤雪山的作风了嘛，土匪也是有底线的。齐花花，打赌吧，如果悠悠真的是3胞胎，我下半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，绝无怨言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，谁反悔谁是小狗。七叔看来很自信呢，甄大娘，你这回可能要翻船了。你们就听他吹吧。快了，再有几个月就能看到结果了。啊，景王回来了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哟，陆言，你这面相，近日怎么了？
不会是破财之招吧？去，说什么呢？我说你这面相红鸾星动，面泛桃花，最近呢，怕是要有姻缘了。真的吗？我要走桃花了。但不确定是不是烂桃花啊。穆景玉见他脸色当场垮了下来，嗤笑一声，带着几分嘲笑的意味。没事，烂桃花我就把它掐掉，狠狠掐掉。叶陆言，干嘛？我打算陪齐叔去宗卷楼，去不去？是。随后齐叔只见叶陆言屁颠屁颠的跟在穆景玉的身后跑，头也不回一下。二少，你四弟的生辰八字你可知晓？知道啊。穆兴泽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表情。没多久，在齐叔一副神神叨叨的碎碎念下，齐叔感叹一声：哟，这好像就是陆岩那个烂桃花啊。烂桃花你看起来怎么有点幸灾乐祸呀？有吗？烂桃花的意思是这个人比较烂，还是他俩成不了啊？这个吧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是算命的，又不是神仙，哪能这么面面俱到呢？你觉得会是哪种啊？人比较烂吧？你是亲哥吗？开个玩笑。正聊着，旁边有一个人出现，在穆兴泽的耳边说了几句话。齐叔，抱歉啊，我有急事儿得先走了。你忙吧。喂，你跑哪里去啊？城外发生了命案。啊！这时眼前飞来2把钥匙，叶陆言接过钥匙，再往前看，穆景玉快跑得没影了。随后叶陆言往卷宗楼跑去。景玉，你之前猜的不错，这事儿的确和晋安侯府有关联。我已派人跟着那些杀手了。楼高玉此人倒是个聪明的主，4年前先皇暴毙，晋王接管朝政以来，他便退居山林，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。那1年里也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。如今在我们所有人都快忘了这号人物时，他又冒出来了。此事涉及到晋安侯府，就有些复杂了。林章之所犯之事死不足惜，但林章之生前并未走出晋安侯府，想彻底拿下楼高玉，还得搜集别的证据。你也别着急，现在我们已经查到了楼高玉，往后的事儿就好办了。死了一个林章之，倒是一点也不亏。楼高玉，掘地3尺，我也要把你挖出来。叶陆言，你在看什么？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叶陆言一跳，手里的卷宗慌忙间掉落在地。对不起啊，我……怎么了？没事，被风迷了眼。你查晋安侯府做什么？悠悠四哥，你了解这个晋安侯府吗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个楼……不是，晋安侯是个怎样的人？为什么突然关心起了晋安侯府啊？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当然，虽然你作为平民百姓，有冤第一个得找京兆尹府，但我作为大理寺少卿，本质上也是为民所用的。叶陆言，你可以信我。穆景玉，我怀疑我们叶家灭门一案和晋安侯楼高玉有关。换个地方说。5年前的6月，楼高玉被封为晋安侯，同年11月，我们叶家惨遭灭门，只剩我一个人逃了出来。楼高玉和我父亲都是平州人士，加上年纪相仿，据我的印象，楼高玉那年参加的文试，我父亲也参加了。那天叶家特别的乱，到处都是一片腥杀。我在慌乱中听到一个叫高瑜的名字，后来卓涛帮我查了，只有晋安侯楼高玉的名字相近，所以我今天特意去宗卷楼查了晋安侯府的宗卷，加上一切细节都十分的吻合，所以我怀疑楼高玉就是害我叶家灭门的人。楼高玉之前一路平步青云，身兼文武要职，怕是也来得不光彩，所以还有足够的理由灭口。叶陆言，此事暂时还没证据，先不能妄下定论。想要铲除楼高玉，必须拿出实质性的证据，人证亦或者是物证，否则光凭猜测根本不能把对方怎么样。没关系，不要证据也没关系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我可以直接杀了他。所以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？叶陆言，你冷静一点。穆景玉，我也曾和你一样，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，知道这个恶魔的出现，一夜之间，我的父母、我的兄弟姐妹都死了，我什么也没有了。楼高玉现在是晋安侯，身份地位甚至都在丞相之上，你若没证据贸然杀了他，你会成为宣朝通缉的对象，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叶陆言，我帮你，我来帮叶氏一族翻案，让他们堂堂正正的站在宣朝的功劳簿上。真的吗？他们真的可以堂堂正正的出现吗？当然，属于你父亲的功名，属于叶家的一切，我都会帮你讨回来。叶陆言哭了一阵后，心里舒坦多了，至少现在终于有方向了。那日宝库案
和楼高玉也有牵连，所以我打算这2日出一趟远门，亲自去查此事。你是否要和我？我和你一起去，我保证我一定不冲动，一定不坏事，路上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，怎么样，可以吗？我轻功好，帮你跑腿也能省不少事儿呢。叶露言，你在内涵什么？行了，你安心去办案吧，我会安排人手一路跟着你，这个你拿着。穆兴泽把幻星楼楼主的身份牌都送给了穆景玉。穆景玉早就从老爹那里知道了二哥的江湖身份。谢了二哥。江清平年事已高，做不了多久的大理寺卿了，能不能升官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大理寺卿啊，他惦记这个位置很久了。我现在得去查一下20年前那场文事是谁负责的。科举一向都由吏部负责，吏部负责人这20年间也换了3人了，查起来倒是有点困难呢。加上你这个大理寺少卿现在贸然去吏部查，怕是会打草惊蛇的，我们得找个人帮忙。舅舅。夜晚6部侍郎都得到了一个消息，尚书林元林对他们近来6部的所作所为不是很满意，要提点他们一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只有楼高玉的名字，叶广年被抹得干干净净的，甚至都不在名单上。纸张不一样，用的墨也不一样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虽说都是试举用的纸，但不同批次出来的东西多少还是有差别的。不信你摸，楼高玉后来用的明显光滑一些。穆兴则摸了摸，还是没摸出差别来，心想景玉这小子也太变态了，这也能看出来。再说墨迹也同样如此，楼高玉的墨迹和旁人对比更新一些，加之他似乎写得很着急，你看好几个字都自编了，尤其是前几个字。你说他为什么前几个字写那么着急啊？因为急着抄别人的呀。穆兴泽已经是一头问号了，满脑子都是这也行，所以啊，这就是他做不了大理寺少卿的原因吗？干嘛呢？我把楼高玉的真迹带走，以备不时之需，记得把自编的字也仿出来啊。我明白。这些人一部分已经不在世了，一部分也已经还乡，查起来费时间，就先交给我来。你先带人去查楼高玉吧，麻烦二哥了。嘿，自家兄弟谈什么麻烦啊？我听甜甜说，赤雀山的门徒们都是身带血海深仇的，你这回帮小叶找到仇家，也算帮甜甜了了心事了。甜甜也会感激你的，甜甜一感激你，锦王也会感激你的。叶露言手持小镜子对着自己照了半天，这是不是丑得太招摇了？丑的地上一撅，至于天上一撅，就是对面这位小哥了。穆景玉感觉到来自对面的目光，往叶露言看去一眼，双方正面对视后，你好丑！我哪有你丑啊？你看看你的绿豆眼。彼此，你脸上的麻子摘下来都能炒盘瓜子了。叶露言骂着骂着，决定让小易给他换张脸。齐叔还说他最近要有桃花运了，顶着这张脸，他的桃花还怎么来啊？来了都得被吓跑了。虽说可能是烂桃花，他也想看看有多烂。穆景玉和他想法一致，这脸丑的实在是倒胃口，万一此行会遇到爱慕自己的女子呢？错过了岂不是可惜？等了一会儿，就见沈雨逸的马车来了。小一，我这脸也太丑了，你给我换个吧。卓涛虽然出发前看过了，但现在看见还是缺德的笑出了声，是真的丑，丑的让人做噩梦的那种。啊，好的。麻烦给我也换一下。好，你们谁先来？他先。没多久，穆景玉换上了一张端端正正的脸，不说有多好看，但配合他本身的气质，给人感觉就是个模样清秀的小公子。呀，今天用了太多次易容术了，我的内力有限。叶露言瞬间心拔凉的。那多久能换啊？3天左右吧。叶露言想死，早知道就不谦让了。哼！你要4间房？小美人儿。叶露言感觉后面有人偷袭他，冷不丁的回头，皱起眉头。你想干什么？醉汉听到这娇甜的声音更是兴奋，但对上叶露言的脸后，来人呐，把这酒鬼扔出去！哎，客官，对不住了，你们先上楼，我这就叫人把这里清理一下。上楼前，穆景玉有些好笑，又一些同情的看了眼叶露言，把人丑吐了，真行。悠悠四哥去哪儿了？早上看他往南面去了。是吗？去看看，别出事了。你放心吧，霍言和许策跟着他呢，他们大理寺办案估计有自己的办法，咱们别去添乱了，等打起来了我们再出手。卓哥，这回多亏了你，我才能查到楼高玉。哎，没事儿，咱们都是同命相连的人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叶家的仇人有了眉目，他们卓家的却还依旧石沉大海。卓哥，别担心，我相信邪不压正，总有一天我们都能亲自手刃仇人。借你吉言。老伯你好，向你打听些事情。又给了老伯一锭银子。公子你问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外城来的，
打算在平州安家。我今日正在到处看宅子，准备先买套宅子住下。我看这宅子位置不错，好像没人住的样子。虽然看起来有些旧了，不过修缮一下应该还不错。你可知道怎么联系到这个宅子的主人呢？这样的宅子卖价或许会便宜一些吧。公子，这便宜可不能贪呢。哦，为什么？这宅子邪门得很。这宅子以前住的人全死了，阴气重得很。后来呀，这宅子就空置着，不少乞丐就住进去了。后来一个个都跑出来了，说是一到晚上就闹鬼，有女人哭，有婴儿哭的声音，甚至还有人说有个水鬼坐在里面。咱们当地的知府老爷也曾命令工人把这间宅子给拆了。你猜怎么着啊？怎么？那些工人开工后，不是有人被砖头砸到了脑袋，就是踩到了钉子，总之各种不顺。公子，听我一句劝，宁可多花点银子，也千万别捡这地方，闹不好小命没了。是，多谢老伯提醒。方才听老伯说似乎还有个水鬼。水？良心可不就是落水而亡的吗？怎么魂魄飘了这么远，死了也要魂归故里吗？叶陆言来的时候就见穆景玉站在一个角落里，摸了下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他悄悄地绕过去，拍了拍穆景玉的肩膀。喂！当场吓得穆景玉一蹦3尺远，再回头一看那张脸，魂儿都给吓飞了。干嘛呀？他有那么可怕吗？嘴唇都吓得发白了，至于吗？叶陆言，你胆子大不大？我杀人和杀鸡似的，你说我胆子大不大？那行，交给你一个任务。你说。晚上在这宅院睡一晚。叶陆言往刚刚那个宅院的方向看去，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长得丑，连客栈都不配睡了吗？穆景玉见他开始扯得有的没的，把刚刚老伯的话和他复述了一遍。听完后，叶陆言一把拉住了穆景玉的手臂。干嘛？你陪我一起。这点牺牲都不愿意，你还想不想破案了？我想，但是我破案肯定不如你啊！你身为青天大老爷，办案能力又那么强，有你在，肯定事半功倍。你想啊，我就一大老粗，万一漏了什么细节，那岂不是白搭一晚，是吧？所以咱俩得一起，你负责破案找细节，我在旁边帮你观察。万一遇到什么危险，有人埋伏你，我轻功好，可以带你一起走。穆景玉本来都开始同情他了，听到最后一句，留给了叶陆言一个无情的背影。叶陆言跺了跺脚，往那闹鬼的宅院看了眼。行，小姑奶奶今晚豁出去了，他还不信了，这朗朗乾坤还闹鬼。天色渐渐暗下来后，叶陆言就悄悄地潜进了那间宅院。叶陆言找了个墙角坐下来，缩成一团，目光不停地在四周徘徊。穆景玉真是的，明明就是他自己害怕还不承认，还让他一个弱女子来。不多时，叶陆言似乎听到了脚步声，脚步声很轻很慢，正在往他这个方向来。伴随着树影，一道人影渐渐显现，像个吊死鬼一般，人影一晃一晃的。叶陆言害怕极了，眼看着人影越放越大，脚步声也越来越近，他心中的恐惧感达到了顶峰。拼了，他今晚就和这个鬼拼了！去你的！叶陆言手中一包粉末先撒出，准备挥刀时，叶陆言，你有毛病啊！你想谋杀他的命官？声音刚落，就连叶陆言还来不及做出反应时，面前的人已经晕倒在了自己的脚边。叶陆言盯着晕过去的人，又看了看手里的药包，傻眼了。完了！喂，悠悠四哥，你还好吧？你还活着吗？还好，还活着。真是的，不是说好了不来吗？害他以为吊死鬼来了。这药包还是加重了分量的迷药，这下好了，穆景玉不得昏上大半宿啊！叶陆言心里一阵的无语，拖着穆景玉的腿，把他往墙角的方向带。就这样，叶陆言守着一个昏过去的穆景玉，窝在墙角。一直守了快1个时辰，叶陆言发现除了外面风大，其他好像也没什么，不禁松懈下来几分，坐姿也放松了许多，背靠墙坐着，趁着穆景玉还在昏睡，一条腿都直接搭在了穆景玉的肚子上。叶陆言也打了个哈欠，渐渐泛起瞌睡。许久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感觉耳边传来滴水的声音，滴水的声音越来越近。叶陆言掀开一条眼缝，余光就看见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沾了水的脚印，脚印正在往自己这边来，但是他却看不到任何一个人，脚印就像是凭空出现的。他记得下午的时候穆景玉说过落水鬼，难道随即连滚带爬似的往外跑，跑到门口，想起还有一个昏睡的人在里面，赶紧又壮着胆子回去，扯着穆景玉的腿，吃力的把人往外拖。穆景玉是疼醒的，是被一种脸在地上摩擦的痛意给痛醒的。叶陆言，听到穆景玉醒了，叶陆言立即松开他。悠悠四哥，你还好吧？你想干什么？
不是我。叶露言想解释，余光又瞥到那个湿水脚印来了。落水鬼来了。在您后边，你看。穆景玉后背一凉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当瞥见那个湿水脚印正走来时，下一瞬，叶露言只觉得眼前刮过一阵风。等他再回神时，刚刚还头昏脑胀的穆景玉已经跑得没影了。我靠，你好歹等等我呀！看来真是低估穆景玉的轻功了。一路跑出梁家宅院，穆景玉见落水鬼没有追出来，才惊魂未定的松了口气。我去，吓死了，太可怕了！穆景玉，你太没良心了！良心？你给我下迷药，你有良心？这是误会，谁让你自己说的不来了？我还以为是鬼呢。那你刚刚怎么不撒迷药了？鬼来了，你倒是撒呀！你，哼！就没见过这么缺心眼的人，还给鬼撒迷药。没想到啊，堂堂大理寺少卿，居然怕鬼怕成这样，跑得比我一个弱女子还快。是谁说的自己胆子最大了？杀人和杀鸡似的，那你跑什么？你倒是去和那个鬼干一架呀！先回客栈。行，我听你的。我回去。你刚刚不是挺能跑的吗？算了，我头晕的厉害，叶家这案子我不管了。我服。悠悠怎么会有这样的哥哥？哼！定是有人故弄玄虚。少卿大人，要不属下去瞧瞧？行，去吧。半个时辰后，两人面色发白的跑了回来。太吓人了，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穿着嫁衣的女子，手里抱着一个孩子。我回趟京城。这么突然？穆少卿，借一步说话。悠悠主修的便是玄灵术，可御万鬼。如今遇到这鬼神一说，只能去请悠悠帮忙了。穆景玉一拍脑袋，差点把这茬忘记了。这是甜甜如今怀着身孕，怕是不方便前来。秦王会有办法的。昨晚梁宅又闹鬼了，我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。我也听到了，女人的尖叫声响起后，大概过了半个时辰，又有男人的嘶吼声。这个宅子真的邪门了，大家以后还是离远点好。大街上，尖叫女子叶露言，嘶吼男士霍言和许策都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现在去看看。叶露言假装没听见，霍言和许策心虚地回避目光。去看看吧，咱们这么多人呢。沈雨意摸着下巴，赞同点头。白天看着还行啊，为何晚上那么邪吗？要不今晚我守在这里看看吧。别，我真不是吓你俩，我昨晚真的看见鬼了。穆景玉又往后面的院子方向走去，走着走着，穆景玉余光落在了一处地上。之前不是说梁家的人都被流放了吗？还有人在此烧纸钱，是为什么？是偷偷活下来的人，还是梁家祖宅的人？这种查起来费劲，不如等真正的援军抵达。走吧，吃饭去。两人走在前面，走着走着，经过梁家大堂的时候，又看见了那双石脚印。两人默契地停下脚步，虽然吓得头皮发麻，鸡皮疙瘩泛起，但两人这会儿都故作镇定的，谁也没跑。你们怎么不走了？叶露言指了指前面地上，卓涛看去，怎么了？啥也没有啊。你看不见吗？那么多的石脚印，那个水鬼啊！卓涛看去，地面明明很干呢，哪儿来的脚印？没有啊。小叶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。穆景玉故作高深的眯着眼，深吸口气，对着面前的空气说：落水鬼，良心？你如果真的是良心，你往右边走两步。卓涛和沈雨一脸懵逼，莫名也觉得心里毛毛的。叶露言心中的恐惧又达到了顶峰，见今天穆景玉这么勇，悄悄往穆景玉身后躲了躲，又侧身露出半个脑袋，想要看看脚印。须臾，只见带水的脚印往右边挪了两步。叶露言害怕的浑身发抖，穆景玉感觉到身后的人在抖，自己明明也挺怕的。为了避免叶露言再次嘲笑自己，只好壮着胆子。还真的是你啊，梁叔。叶露言被他深深折服。梁叔，你应该不认得我了吧？不过我听父亲说，我刚出生的时候，你还来喝过我的满月酒呢。穆景玉对着空气说着鬼话。梁叔，我就是路过而已，我先走了啊。穆景玉绕过脚印，迅速往外跑，叶露言跟着他一起跑，卓涛和沈雨意也紧随其后。和鬼打交道真的好难呢。四哥，奉甜甜之命，前来给你送援军。哇，雪域灰狼，还有这个母狼。不止他俩，剩余的你们看不见而已。深夜里，一行人又出现在了梁宅门口。叶玄景看了眼四周，使了幻术，将周围都隔绝了起来。院子里，雪域灰狼气势十足地站在那儿，一仰头，双眸迸发出一道绿光，绿光很快将整个梁宅笼罩。光芒所到之处，曾经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清晰地显现。就这样，穆景玉见到了梁宅的大堂内，一个穿着红嫁衣的女子，手里环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。
女子的身旁还有几个丫鬟模样的人，还有一个浑身湿透的落水鬼站在女子的身边，脸色苍白。此刻这些幽灵正盯着他们看。叶陆言见到身边多出来的人，哆嗦地拍了拍穆景玉的手臂。穆景玉回头便见景王的身旁站着2个模样俊俏的男子，在一旁还有一个长相严厉的女子，环抱着手臂，一副很拽的样子。穆四哥，我是红烟。我是燕川。我是燕穗。穆景玉惊了，但感觉还好，没那么害怕，毕竟是景王的人。又往旁边的叶陆言看了眼。胆小鬼。我胆小鬼？靠，昨天谁跑得比肚子还快？四哥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甜甜说了，不许我影响你办案。多谢。往前走时，又往母狼看了眼。那他是干嘛的？叶玄锦瞟了眼这身母狼，又看了眼雪域灰狼。这2不争气的玩意儿，一刻也不能分离，就一起带来了。这年头，连狼的感情都那么好，别说，还挺羡慕。穆景玉和叶陆言往大堂里面走去，燕川、燕穗以及红烟也一起跟着进去。燕穗看着里面红嫁衣的女子，莫名想起了当年的红烟，于是有些心虚的朝她看了眼。小南瓜。没事儿，救救你。落水鬼良心以及他的侍妾见到往这里走进来的人，两人的面上堆上些许的警戒，几乎是第一时间，良心面目变得凶狠起来，伸出手朝着穆景玉和叶陆言扑了过来。叶陆言是真的怕鬼啊，第一反应是往后躲。穆景玉比他要好一些，见到良心扑过来时，挡在了叶陆言的面前。在良心即将碰到穆景玉时，燕穗已经抬起一脚将良心直接踢飞了。良心趴在地上，半天爬不起来。红嫁衣女子见这，放下手里的孩子也扑了过来。红烟一个旋身扣住嫁衣女子的脖子，将她掀翻在地。旁边的孩子哇哇大哭起来。不许哭。孩子抿着嘴，委屈地看着。很快，梁宅所有的阴灵都被钳制住了。穆景玉往门口的叶玄景看了眼，你继续。随后继续倚靠在门口，望着这幅场景。良心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穆昭辉的4儿子穆景玉，也是如今的大理寺少卿。我今日来此，你应该能猜到原因。你死了整整19年，却还守在这儿，是否想申冤啊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不信也得信。你觉得现在除了我之外，谁还能帮你啊？你死后，梁家被你牵连，所有人都流放外乡，你年迈的父母均是死在了流放的路上，你甘心吗？良心，告诉我，那年文氏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老天有眼，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，没想到有朝一日还是要重见天日了。我与楼高玉都是平州人士，我们2家是世交。我比他年长12岁，一直把他当亲弟弟看待。自我当年进京赶考中了榜眼后，便留在了京城为官，一步步升官。楼家经商多年，楼高玉的父亲楼雄见我在京城风光着，便让楼高玉也进京赶考。若他能为官，那么楼家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。那年楼高玉来京后，便约着我吃了几次饭，期间就遇到了同样来进京赶考的叶广年。叶广年出身寒门，但当年叶家为了让他有出息，叶家2老拼了命的供他上平州最贵的私塾。楼高玉和叶广年就是在私塾里认识的。平日里，楼高玉仗着自己的家世，没少欺负叶广年。当时在京城见到叶广年，楼高玉还大肆欺辱了叶广年一番，甚至还联合其他几个赶考者孤立叶广年。卑鄙小人，不得好死！之后的文试结束，作为吏部侍郎，我第一时间看到了他们作答的内容。也是那晚，楼高玉和他父亲楼雄来找我，他们父子2人要求查看所有文试者写的内容，被我拒绝。可楼雄却突然翻了脸，他告诉我，来京之前，我的父亲收了他10万两白银的贿赂，若是拒绝他们的要求，他们便告发我收受贿赂。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一出，但是为了自己的官位，我骑虎难下，只好答应了他们。那晚，他们翻阅了所有人的文试内容，最后看上了叶广年的那一份。最后，楼高玉将叶广年所写的复刻了一份，又把自己写的改为了叶广年的。也就是这样，那一年原本属于叶广年的状元变成了楼高玉。之后，皇城也将状元、榜眼、探花文试的内容贴出。叶广年知道自己的成绩被篡改，先后找到我和楼高玉。我不知道楼高玉用了什么办法，或许是给了一大笔的银两。总之最后叶广年妥协了，也离开了京城。又说到之后1年，楼高玉四处笼络人心，
梁心死的那一晚，是楼高玉派人请他去花灵院的游船上喝酒。再之后，醉酒的梁心被楼高玉推下了游船。娄氏父子卑鄙可耻，我不该信他们的。梁心，你方才所言是否都是真的？句句都是实情。我之所以不敢转世，皆因我恨不过楼高玉这样的人，凭什么逍遥在世？你后来魂归平州，是否还见过娄家父子？我自然见过，那是我死后的第3年，我见到了娄家父子密会一个男子。那个男子似乎姓卓，和叶广年一样，出身寒门。但和叶广年不同的是，那个姓卓的男子来自边境的某个部落，不善文韬，但武功很好。卓涛快步跑进大堂，瞪着眼质问梁心：姓卓？卓新胜？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为何还牵扯上了卓伯伯？娄高玉，我要杀了他！没错，我要杀了他！我从未见过这样恶毒的人。二哥的人已经跟着杀了林章之的杀手，相信很快就会有娄高玉现在的下落了。印传验碎，把这人魂魄先扣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已经说出了全部的实情。别慌，就是准备带你去见见老朋友而已。叶露言、卓涛，事已至此，娄高玉牵扯到的人断然不止你们两家。你们虽可以一刀直接杀了他报仇，但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。娄高玉的罪行必须公之于众，他留在宣朝史册上的功绩也必须全部抹去，还给真正的有功勋之人。穆四哥，这件事儿我不冲动，一切都听你安排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等娄高玉定罪后，我要亲手砍了他的头。我也要，咱俩一人砍一半。行。景王，魂魄也留给你来毒打。太够意思了，不愧是悠悠最爱的男人。翌日，幻星楼的人也带来了一个消息：娄高玉身处平鹿山。平鹿山和赤血山相邻，路程只要半个时辰。没想到这个贼人一直离得那么近。行了，事不宜迟，那就出发吧。我和你们一起去。我四哥清光不太好，万一对方人多势众的，你好歹带我四哥一起开溜。开溜？甜甜，这好像不是我的一贯作风。咱们好歹是一起杀过天地的人，自信点好吗？悠悠四哥，你看他们好那个。哪个？就是那个，我以前都不知道狼竟然那么重欲。还不许人家感情好了，估计随他们主人。有点道理。你们穆家最小的妹妹倒是先成婚了，你们几个大男人都不着急吗？叶露言，你八卦起来的样子像极了我那远房三姑。我就随口问问嘛。你小小年纪总想着这些东西做什么？怎么看上我们家谁了？我大哥那边你是没戏了，他有心上人了。至于剩下的，我未来二嫂大概率是从地里挖出来的。你若喜欢我二哥，我倒是可以把你埋起来，再带我二哥去挖。我三哥嘛，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动静。不过他这人一心痴迷医术，你若想靠近他，你最好得先得点什么病，或许他会愿意和你多说几句话。剩下的也就我了。我吧，要求也不高，我就喜欢长得漂亮的，所以你也没戏啊。少自恋了，搞得我能看上你似的。你们穆家，我就是看上福伯也看不上你，你别多想，真的。穆景玉迟疑了几秒，随后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。你又冒什么坏水？奇叔的卦挺准的呀，不愧是宣朝第一神算子。福伯的妻子确实过世7、8年了，难不成你最近要来的桃花运就是福伯啊？叶露言，你很棒，你可以的，我支持你和福伯。可恶东西，嘴真损。卓桃、小叶，我和你们一起。说完，又见到旁边穆景玉一脸坏笑。我就不走，我气死你！我想办法做你大嫂、二嫂、三嫂，再不济，我想办法做你七叔公八大舅的媳妇儿，做你长辈，让你给我磕头，我气死你！叶露言，你挺贪呐。不过你这样把我排除在外，你是不是就承认自己长得不漂亮了？我漂不漂亮我自己知道。看见这个没？是我之前盗墓的时候挖出来的。你还盗墓？你到底干了多少要坐牢的事啊？哎呀，我的重点不是这个，这手镯我姑过家了，是个稀世珍宝，怎么也值20万两。穆景玉，咱俩打个赌吧，赌谁先找着对象。你要是先找到，我这个手镯就归你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如果输了，你就给我30万两一票，怎么样？怎么到我这儿还涨价了？哎呀，我这手镯是珍宝，随着时间岁月越久就会涨价的，我这话没毛病吧？你赌不赌啊？赌。行，那咱们就从现在比比，究竟是谁先找的对象？你俩给我们做见证。
雪域灰狼听懂了，点点头。干嘛？你上哪儿盗的墓啊？还是说你经常盗墓？哎，没有，我就盗过一次，是悠悠带我的，是一个员外的墓。一听是甜甜带头的，穆景玉停止了这个话题。你别说，那个员外不知道贪了多少，墓里一大堆的财宝。悠悠四哥，下回有这种好事情，我带你一起去啊。甜甜，你……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之前搜刮了不少金子，打算回去改成小孩戴的金手镯、金锁之类的，我就飞来了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叶玄锦低眸看向他，简单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一个靖安侯竟能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关键是就躲在隔壁的平鹿山，简直不能忍。听说他们还要研究平鹿山地势，穆幽月直接揽在自己身上。交给我吧，陆言，你们赶路也累了，你先带我四哥去休息，我出去一趟。穆幽月说着就快步往外走，叶玄锦紧跟其后。我院子里还有一间空房，可以睡2人，两位兄弟辛苦一下。不辛苦不辛苦，听你们安排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休息。那边是悠悠的住处，那边是齐叔的，那边是沈大娘的，还有那个簇拥在一堆花丛里的院子是我的，这是悠悠特意给我修缮的，怎么样，很漂亮吧？夏天不会招引虫蛇之类的吗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好像没有多余的空房了，要不您去柴房几间？算了，既然没地方住，我和甜甜说一下，我先回京了。别，开个玩笑的嘛。吸你个头啊！此时两人站在一处半山腰上，俯瞰着山庄。平鹿山内结构复杂，而从入门到山庄有一道很长的路，入门起一路都有设有阵法。不要紧，没事，不影响，别担心。这件事情就交给我，你的朋友自然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会倾尽全力帮他们。我只是感叹又一次低估了人心，连神都可以卑鄙下作，何况人呢？也是，这一路我四哥没欺负陆言吧？2个活宝，半斤8两。父亲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您堂堂一个靖安侯，整日守在这个破地方做什么？无聊透了。朝中已今非昔比，先帝故去，奸臣当道，为父不过是明哲保身而已。燕儿，你想要的，为父自会帮你。等过段时日，为父便入京，替你向穆家要了这门亲事。穆昭辉不敢不给我这个面子。多谢父亲。侯爷，山中有异样。楼府护卫举着刀，无数次想要上前，却发现脚底生根似的，根本就无法靠近这些人。何人如此大胆，敢擅闯本侯爷的山庄？本侯爷？穆景玉笑了。穆景玉，怎么是你？没想到楼大少还认得本官啊。本官？啊，原来是景玉啊！这么多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记得上回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才到我腿这儿，难怪我方才都没认出你来。既然来了，就别站在这儿了，请进吧。侯爷客气了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多年未见，听闻你父亲辞了官，成了花圣国皇夫。原本我打算近日下山，替我小女向你们穆家说一门亲事。亲事？穆景玉被这厚脸皮的程度给惊到了。不错，小女倾慕你大哥成安许久，因此我便想拉下这个老脸，亲自替小女求门亲事。那真是抱歉了，我大哥已有意中人，速度快的话，大概年后便会娶亲了。什么？是哪家的千金？